魏无羡走出伏魔洞，一手卷着半本残疾，一手抱着小小的婴儿，找了块被阳光晒得滚烫的石头躺下，然后任由那孩子趴在自己胸口。日光太好，晒得他四体不勤，只想打瞌睡，书卷还没看完一页，便被他遮在脸上，挡住了明亮的光线。那孩子在他胸口动来动去，口水湿了一小块前襟。魏无羡习以为常，只用一臂将他缓缓圈在身前，轻轻拍着，防止婴儿掉下去。他就这样躺了一阵，耳边听得女子群居蹭过草地的窸窣响声。他把遮脸的书籍掀开一个角，温情正自上而下看他一眼，然后伸手把魏无羡胸口的婴儿小心翼翼地抱到自己那边。温情问：喂了？喂了，该拍也拍了。魏无羡伸个懒腰：咱们几十个人，不如2个小孩吃得好好。温情说：难道不该吗？顿一顿，他又说：谁让你不种萝卜？要是种了萝卜，线下该有萝卜吃了。魏无羡说：萝卜多难吃啊。温情不理他，手法颇为熟练地拖着婴儿的脑袋，让他贴在自己肩颈之交的凹陷处。婴儿本就半梦半醒，温暖的日光如柔软的薄纱笼罩，不一时便又沉沉睡着。魏无羡看着他们，眼睛在阳光下有些发酸，不由打个哈欠，说：你多抱他一阵，待我睡半个时辰。这不是我儿子，这是我祖宗。温情轻轻摇了摇臂弯间的婴儿，轻声叹气，听到他昨晚在哭。魏无羡苦笑一声，他昨晚有哪一时不在哭吗？现在这么听话，多半是演给你看的，好骗顿米汤喝。温情翻个白眼：米汤有什么好喝的？魏无羡一拍大腿：加辣呀，加辣好喝，粥里加辣椒最好喝了。温情，你要是敢骗阿燕喝那种东西，白天你就一个人看着他们2个。魏无羡举手求饶，他脸上神色放松得很，还想说些有的没的。婴儿蹭着温情肩膀动了动，温情露出噤声的神情，魏无羡便不再说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温情低低地说：你们睡着了，实则有点像。魏无羡迷迷糊糊地了一声，想了想，又睁开眼睛问：是吗？像我？温情看着他，问：不然该像谁？魏无羡不答，没听到一般，径自转了话题，说真的，怎么你抱着就睡得那么熟？我哄了一整晚，一直哭。温情沉默了一阵，才说：别装糊涂。他抱婴儿的姿势颇高，此时更是用一只手拂开后颈的发丝，将那孩子尽可能向自己脖颈上靠了靠。现在他尚小，分不清他人气息，也知道要找他的前休父亲。好在我是前休，能骗他几月，但等时日一长，他再长大些，你待如何？魏无羡仰面向石头上一躺，两腿一蹬，说：再说吧。再说下去，可不仅是夜里容易哭闹那么简单。魏无羡问：你想说什么？温情淡淡的说：我恐你养不活。魏无羡挥挥手：你们这些做医者的，最好吓唬别人。当初还断言我生不下，现今不也趴在你身上？他说着，看了一眼那沉睡着的婴儿，见他蜷得很紧，睡得很甜，面颊终于透出健康的红色，全然像个贴着热源睡着的小猫仔，不由笑了一声，说：还真是，有气息便是爹，有奶便是娘。温情斜眼看他：你有奶吗？魏无羡呲牙：我是娘吗？教他叫爹爹。温情失笑：他才多大？他虽这样说，眼睛还看着他，那双凤眼也是不改色的凝视过温家上下的，看得魏无羡没办法，最后低声说：我也不知究竟该怎么说，该怎么说便怎么说。温情吃声：你替别人开口的时候，不总是很英雄吗？魏无羡知他生性直快，说话一概能戳人要害，只得再度不答，鼓脊盖脸，在那股涩涩的就只为里睡他的觉。阳光不晓世间愁绪，晒得人周身暖和。许久，温情那边当先叹口气，说：我劝你诸多次，你不听，我有何办法？总会有办法的。魏无羡说。温情说：活人还要死人劝，我看你是一把日子全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魏无羡一愣，温情浑然不觉，继续说：时间差不多，我当走了。后会，算是后会有期吧。魏无羡，我大概还是要来劝你的。他又说：起来，向阿夏道个别。魏无羡突然有种一脚踩空，身坠深渊的感觉。
冷汗自背几层层而下，他一把掀开面孔上的骨疾，眼前却早已空无一人。天风一卷，野草簌簌响动，一副穿旧了的岩羊烈焰衣裙委蹲在地，上面还落着一件为无限的黑衣改成的襁褓。温情，书卷脱手而落，魏无羡大骇，抢步过去，仿佛还能在空气中抓到消失的身影。然而什么都没有，声线利落的故友，还有那个曾被魏无羡小心翼翼捧在手心的孩子都不见了。阿夏，阿夏！魏无羡倒抽一口气，在榻上醒了过来。天光还是梦里的天光，穿透帷帐，照到他的脸孔上，几乎令他生出恍如隔世之感。他揉着眉心，慢慢地坐起来，听到蓝忘机在依屏之隔外说：“醒了，醒了。”魏无羡踢开被侵，俯身穿靴，感到一颗冷汗从发髻落下来，揪起前襟擦了擦额头。什么时辰？卯时3刻。蓝忘机说。魏无羡愣了愣，这么早？蓝忘机没说话。魏无羡听到涓涓水响，披了一件外衣，绕过屏风，看到蓝忘机在着手烹茶，并给他推了一杯。魏无羡在梦里讲了太多话，喉咙里火辣辣的疼，自顾自接了，喝完才道谢。那茶水烫，烫得他胃里发空，茶盏在掌心也烫，被他过于用力的牢牢抓住。蓝忘机看着他，看得过久了一些。魏无羡问：“怎么？”蓝忘机说：“你可是眼住了？”他问得很慢，像是怕逾了什么界限。魏无羡的手一松，慢慢将茶盏沿着桌面推到蓝忘机那边，才说：“你怎知？听到你在梦里叫人名字。”魏无羡看他一眼：“我叫谁了？”蓝忘机说：“听不清。”魏无羡无意追问。蓝忘机说：“听不清，那便当真是听不清。”他只说：“就是。”都过去了。蓝忘机说：“魏无羡喝了茶，又取水擦了脸，神色终于没有醒时那么难看。他自顾自推窗喊小二送早饭，又转头问：“韩光君吃了吗？”蓝忘机说：“一起。”客栈虽小，他们一间上房。小二看蓝忘机衣着华贵出尘，送来的餐食相当不错。2屉包子摆在桌上，蒸蒸冒着热气，北地人喜欢，口重，不吝加料。香气隔着松软的面皮，挠着魏无羡的胃。然而蓝忘机不动，他也不动，2个人对着一桌早饭，眼看那蒸汽都要散了，魏无羡终于问：“你家那个小郎君呢？”蓝忘机的目光一动，魏无羡觉得他看起来像是高兴了点，又一时疑心是自己错觉。蓝忘机问：“你在等他？不然呢？”魏无羡说：“闹别扭是闹别扭的事，罚也罚过了，不治不给人吃饭吧？”蓝忘机摇头，他走了。啊！家中小辈在狼牙一带夜猎，遣他过去。魏无羡愣了愣，又问一句：“当真走了？”蓝忘机点头，不必等他。停顿一下，他又加上一句：“临行前已带他吃过饭。”